我奶奶这2年身体不太好，慢点啊。这是我奶奶养老院的位置，离这只有700米，搬到离她最近的地方，方便照顾她。其实我和云奶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生无亲人。哟，佳辉，奶奶，你看我带谁来看你了？奶奶好。小贺，快进来！哎呦，奶奶来坐啊。来，多吃点啊。谢谢奶奶。奶奶，啊，你要是也给我加点菜。你这么强壮，你还吃这个醋啊？奶奶，您的手好点了吗？哎，你别说，好多了。佳慧这个理疗看来还是挺有用的。哎呀，不过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奶奶，你别这么说，您健康着呢。小贺啊，你是不知道佳慧小时候有多皮。我呀，那个时候开了一个批发商店，出不去。有一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得使劲叫着，这满街道的人都能听见，就他听不见。不过呀，皮有皮的好，这店里来了什么新的玩具啊，他先试着玩；来了什么新的好吃的，他也第一个先试试味道。你别说，他一试，我就知道其他小孩喜不喜欢了。你是说我是小白鼠？真是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什么这个意思那个意思的，年轻轻的还弄得那么封建啊！小贺，唉，佳辉交上你这么个好朋友啊，我是真高兴。想想佳辉小的时候，人没书包高，饿昏头了也强撑着，咽着口水。还不吃老太婆给他做的饭。好吧，奶奶。小贺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奶奶，您别伤心了，佳慧现在这么优秀，苦日子已经过去了。不管了。高兴，我是高兴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贺老师不在。我知道啊，我就是来看你们的。老贺说你们经常熬夜，我来给你们带点礼物。谢谢。玉米坊还是丽姐懂，喜欢就好，成分温和，你们放心用啊。如果想要的话，跟我说，我再给你们续上。哎，好，好嘞，谢谢姐。谢谢姐。其实我也是来谢谢你们的，要不是你们的视频的话，我估计会被网友骂到明年。哎，没事儿。刚好你们这节目新开张。我来看看老贺的工作环境。真没事儿，姐，主要就是老钱的主意。就是，其实我们也没做什么，都是丽丽姐那番话说的好。能看出来，你奶奶对你很好，像对待亲孙子一样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在我7岁那年。7岁，那已经很久了。奶奶那个时候在我们家楼下开了一间小卖店，我每天放学，她都会往我手里塞一堆棒棒糖、饼干、果冻什么的。我小时候也一样，小的时候我跟我妈要零花钱买零食的时候，都是战战兢兢的。一样，所以我小的时候都不愿意回家，就愿意在云奶奶家待着。那你父母呢？他们很忙。你没事吧？你头发乱。哦，我谢谢。我猜刚才那对飙车的男女
肯定处于暧昧期。也可能是一对无视交通安全、缺乏公德心的冒失鬼吧。而且你怎么能看出来是暧昧期，而不是热恋期呢？你听说过心理学上有一个有意思的实验，叫吊桥效应吗？是说一个人在提心吊胆地过吊桥，心跳会不自觉地加速。如果这个时候恰巧碰到另一个人，他就会把这种反应当作是心动的感觉，以为自己爱上了对方。所以呢，这样能说明什么呢？所以说明外界的刺激会让两个人迅速进入感性状态，分泌多巴胺，自然地进入恋爱状态。这就说明处于暧昧期的男女在约会的时候，往往会选择一些刺激性的活动，比如说看恐怖电影、蹦极，或者像刚才那样。那按照你这样说的话，爱情的本质都是化学反应喽。多巴胺产生心动，苯乙胺产生甜蜜，催产素产生依赖，去甲肾上腺素产生迷恋喽。你不这么认为吗？没有什么认为不认为，我们只是在交谈嘛，讨论。所以你在跟我讨论爱情。那既然要讨论，我们就讨论得更彻底一点，亲自做个实验怎么样？什么？吊桥效应啊，看看是不是通过外界的刺激，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心动的感觉。看场恐怖电影怎么样？现在？你是学心理学的，我是学精神医学的，咱们两个讨论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了。但是看这个，怎么样？东哥，咱们下个季度的咖啡要不要去曼特宁啊？昨天订了耶加雪菲。这我也不懂啊，是吧？这我就喝速溶，我喝不出来什么。要不你们给俏姐打电话问问。曼特宁的产地是苏门答腊吗？是的。订耶加雪菲吧。姐，可是总有客人问有没有曼特宁，我想着如果价钱差不多的话，咱们不如做个主推，让他喝个够。曼特宁下个季度会涨价，不过你们可以囤一些用来满足顾客，但是用来做主推的话，估计你们俏姐看到下个季度进价会抓狂。行，那我们听丽丽姐的，我们只买对的，不买贵的。你不怕我胡说八道啊？那你这么说，肯定有你这么说的道理。就是呀，我只是听说一些小道消息，祥海集团的内部出现一些矛盾。祥海集团是卖咖啡的吗？他们是运输业的龙头企业，主要经营东南亚各国和中国的海上运输业务。去年年初，他们购了2艘大型货轮，后来资金链断了，集团亏损严重，导致 CEO 被撤。新上任的 CEO 我见过，做事儿不太靠谱。那他们是运咖啡的吗？你这说的我听得越来越糊涂了。哦，我查到了，国内最大的曼特宁经销商用的就是祥海集团的货轮。所以说这咖啡豆运得慢，或者就运不进来，供不应求，行情自然就上去了。我说的对吧，姐 ？Bingo。你怎么都不害怕呢？大学的时候，我做过研究恐怖电影中死亡符号的专题，所以基本上所有恐怖电影我都看过。不好意思啊。那这样呢？很丑。吓到了吧？哎，看到这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了吗？怎么了？下一个死的就是她，别害怕哦。金哥，干嘛呢？你这瞅着孔雀都要开屏了。那哥我要去战斗。战斗？都谁呀？哦，我知道了。
该不会是贺老师吧？你再不走就逗你了啊！谢谢你请我看电影。不用客气，我还没时间你吓我。我们第3站要去哪里啊？第3站吃饭，日料店我已经订好了，就在楼上。喂。哎，段段，在哪儿呢？钱开义，你这2天是盯上我了是吗？哎，我这不是关心一下我的搭档吗？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的搭档非常好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有事吗？哎，吃了吗？没吃的话一起呗。不用了，我正要去吃呢。吃什么呀？吃浪漫大餐？跟叶家辉吃浪漫大餐？康丽丽告诉你的吧？你甭管谁告诉我的啊，反正我就是宣布一件事儿，我也要吃浪漫大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？你别生气啊，我也不是去拆散你们的，就是去加入你们。哎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多一个人吃饭也香啊。告诉我吧，你们在哪儿呢？不用了，你自己吃吧，谢谢。哎，哎。强哥，你怎么还没下班？忙什么呢？有个项目。商业广告？对，有一个餐厅广告。哦，餐厅广告啊。哎，小丽，哥问你个事儿啊。啊，你问哥。你觉得，以我这个年纪的男性角度啊，如果你要是想找一个女孩约会的话，会去什么地儿？我又不是男人。你现在是个男人了。假如我是个男人，那我会带女生去她喜欢的餐厅。说的不是废话。哎，那你说现在的女孩喜欢什么样的餐厅啊？现在的女孩会喜欢有热度的，喜欢不是吵吵嚷嚷的地方。哎，最重要的一点啊，一定不能吃胖，一定不能吃胖。聊什么呢？还不下班？商业机密。喝养乐多吗？天天喝，爱情更甜蜜。啊，有事儿。下班了，走了。啊？你看人家谈恋爱呢。我跟钱哥还没说完呢。走了。什么谈恋爱？吃的怎么样？很好。其实这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家，但那家不在海选。我觉得已经真的很好了。其实这个世界上值得涉足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没必要把自己禁锢在一处，你说呢？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地方能够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哪怕这个地方很小，但把它做得发光发热，也是一种能耐。不对，我发现你真的很容易认真。啊？我想骗你继续跟我约会，怎么就这么难？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太会开玩笑，没懂你的意思，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。以后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只是有机会吗？我去接个电话。怎么了？哎，何导，我到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咱们说好的3人大餐，你别忘了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别呀！俊俊，你怎么穿着裙子啊？好漂亮啊！哎，俊俊，你能离我远点吗？求你了。俊俊，你能不能别再叫我俊俊了？别，你再多吃点儿，你吃点好的。我这就到了。
钱开业你闹了一天了，还没闹够吗？不是，我认真的，何顿，你再多吃点。我告诉你啊，易家辉那小子，他要是没让你吃好喝好，我跟他没完。这钱开业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不用理他，我们走吧。喂，姐，那个商场海报怎么回事啊？你看到了，怎么样？惊喜吧？惊喜，太惊喜了！但是，能不能麻烦你让他们先给撤下来啊？撤掉？为什么？商场人流量那么高，多好的宣传机会，你不是才嚷嚷着要宣传吗？一时解释不清楚啊，就当我欠你个人情，帮帮忙，我求你了。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。何顿，你在这说了一个晚上啊，不想说啥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记下来了。念手机就太没有诚意了吧？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？你这花衬衫我看着眼晕。干嘛？想喝吗？来点。干嘛？还有吗？没了。何顿，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要不然我给你念一下。念稿子就不用了，没诚意的话就别念了。那我长话短说，总而言之，我真不是故意说你那个星星冠不好看，我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言不由衷，我心口不一，所以您就大人别记小人过了，你就当我年少无知，好不好？年长了也没见你有长进啊。走，哎，你总得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吧？你看，你初恋没了，那要不我把自己赔给你？你要是真想补偿我的话，你现在就给我让开，我9点还有一个预约，别挡道。饱了。刚才还豪言壮语一套一套的，怎么瞬间蔫蔫了？我倒是想说呀，但有人不愿意听。哎，老钱，你听过一个段子吗？没有。什么态度？还想不想我支持你了？什么呀？你知道你现在这个状态，特别像人家说的那个追妻火葬场。什么火葬场？追妻。打个比方说，一个男人一心想要追求他曾经失去过的女人，那这个男人就要花费比以前更长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她，而这个漫长又艰辛的过程，就是追妻火葬场。我追妻？不然呢？天天鞍前马后跟着我们家老贺跑，你不追他，你吃饱撑的呀？我那都是为了节目。好吧，没救了。
早上好啊！哎，以后就是邻居了啊！世间所有的不幸，都来自于彼此的在意，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。我在书里看到的。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矛盾。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包括我妈妈。我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，我悄悄问过医生了。神经性贪食症，对吧？其实我有去过几次医院，我每次尝试跟医生解释我的感受，还有我行为上的变化，他们都很不耐烦，只想赶紧给我几粒药，然后换下一个病人。这种体验让你觉得非常不好受。也许你想解决一些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还是之前那一副，但我想。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方案了，对吗？你想要改善你跟妈妈之间的关系？不，我是想跟她告别。拥抱是一种温暖的触感，即便你想跟她告别，也不想让她伤心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不伤心。对于你的暴饮暴食还有抠图的情况，那些你控制不了的情境，我们称它为高危情境。我会聚焦于你在高危情境中的想法和感受，将你的想法、感受和行为有意义的联系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可以让我们理解是什么持续你现在暴饮暴食的原因，也可以解决一些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你最近一次暴饮暴食是什么时候？那天。我跟我的朋友们在聚餐，本来大家都挺开心的，然后他们好像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地说了些什么，我突然一阵反胃，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就跑到路边吐了。你觉得他们谈话的内容是导致你暴饮暴食的一部分原因？可能说了一个拉三。在solo那段加一段拉三，我这样的音乐。来，拉三再来一遍就吃饭，来。能给谁看呢你？啊，长本事了啊？叛逆了啊？你这跟谁学的？她就不是合格的妈妈。你别说了，是愤怒，是羞辱。
来，咱们先把饭吃了啊。待一会儿呢，我们静一下，完了把拉萨好好的谈一遍，可以吗？啊？来，我的小静静特别听话啊。来，哎。对不起。没有。妈妈其实这样，也都是为了你好，将来长大了，有一个好的前途。妈妈现在对你严厉一些，你一定要清楚，妈妈不是那么狠心的人。妈妈就是希望你好，希望你将来有出息。我们谁也不靠，我们也一样能够好好的生活。你现在还小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知道妈妈的用心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当你感觉到愤怒、焦虑和难过，这是导致孕育暴饮暴食的情绪状态。我在你的自我监测记录作业当中看到，上午10点你吃了3张披萨、5对鸡翅，地点是去往比斯的路上。我记得你上一次跟我提到的情境，那一次暴食是在比赛结束之后，当时发生了什么？他觉得我是个失败者，可你只是没谈下去而已啊。我妈是个完美主义者，那你觉得呢？你自己是个失败者吗？也许是吧。反正他说是就是吧。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，被人全部否定的感觉非常不好受。在 CBT 当中，我们称它为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还有想法，它支配着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，如何看待自己。但有一些思维方式和想法是自动产生作用的，因为我们意识不到它们，感受不到它们，可它们确实正在对我们产生影响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努力，就是要找出那些对你暴饮暴食有影响的自动想法，我们称它为功能失调性想法。我还是不相信。如果我意识不到，怎么找到呢？渴了吧？喝口水吧。这冰的，没错，
这就是你自动想法的作用。从烧水壶里倒出来的水，你认为它是热的，但其实它是冰的。就像你惯性思维当中，你会觉得你很抗拒你母亲的教育方式，可是同时你又希望得她的评价跟认可。虽然她评价并没有那么客观，也并没有那么准确，